这样我画一下这个牡丹的这个花茎。花茎啊，实际上就几根线条，上面呢分插了一些花叉。用浅一点的墨色画这个花茎，它是长在这个硬干上的。然后呢，它在这个花茎上要长一些花叶的茎，刚才就是我们表现那个三叉九顶那个茎。一般的有3到5支，这个叶茎。有对称的，也有这样的分别交叉的，然后在这上面分叉画牡丹叶子，9片叶子，具体这样的分布，这是一个花茎的画法。这样我再画一个带花头的一个花茎的表现方法。简单画一个半开的吧。这是一个半开的一个小花头，这样我再画这个花茎。画花茎的时候，因为是半开啊，它应该有一点花萼和花苞，所以我们还要调一些绿颜色，加墨色。有一点就可以。长一点没问题，然后呢，2个小的花蒂出现一点线条，这是一个花茎，在上面分布的花叶的茎有那么2、3支，下边呢就是一个花干。基本上就这样表现。这个花茎啊，为什么我这样画？因为在这个我平时啊写生牡丹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牡丹这个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个茎啊长得特别茁壮，特别强，特别长一点。它这是挺着，一个是花头，甚至盛开的花头。也是露这一部分茎，所以在画叶的时候啊，这地方有，在这一块地方就不一定再画这个花叶子了，显示着一种茎的生命力。下面我们画这个牡丹的枝干，这个枝干一定要跟这个花茎有所区别，一个是墨色，一个是用笔的干枯，所以呢显出一种牡丹枝干的苍劲和力感。这个牡丹枝干它的这个基本形状有45度角的，也有25度角的，我们先画一种。
基本上在这个上面加小枝，这是一种角度的牡丹硬干，还可以呢。在这个地方面，它的发杈的地方很多，逐步的加强向上长，体现这个牡丹这个科的生长年限，这是一种方法。我们还有一种枝干，就是说有变化的。不光是45度角，也有直角的。在这个上面分长一些小的枝条。因为这一块当中呢，这个为什么是直角呢？因为自然界当中有的是有这种现象，也体现了这个枝干的一种变化。这个角度啊，就是不光是这个45度的或25度的，也有这种90度的。所以说啊，自然界是万物都有的。以上我们了解了牡丹各主要部位的具体画法，而要组成一幅和谐完美的作品，还需要我们在构图、花朵的组合、花叶的疏密和墨色的浓淡，以及点、线、面等方面做到灵活掌握、巧妙运用。下面呢，我们这个画一下这个单幅牡丹花的创作。先画一个粉色的牡丹花，调色的方法和画这个刚才那个画牡丹花头的是一样的。先画一个曙红的。我这个构图呢是准备2朵，在上面大的，下面1朵小的，这样呢有聚有散，有颜色的区别。画法和按刚才那个演示的那个方法进行吧。这个笔中的色和水分要在调试当中去这个把握，当然这个把握有一个熟练和习惯的过程。这个牡丹花型呢，也是我们所表现的是绣球型、抬格型的。画的时候啊，这个要注意这个花的形状和层次，我们随时啊也可以做一些这种调整。这个粉牡丹
就先这样。然后我们画一个红色的，调一些这个黄色。这个黄色呢，也可以用这个鹅黄，也可以。这个红色呢，这是主标色，主标色也可以用这个大红，也行。这调色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调到自己基本满意这个颜色为主。最后呢，笔尖处加胭脂。这个牡丹花的倾向，因为这个呢是向左上方，这个呢要向这个右下方或者右上方，但是呢不要起，不要平，要注意有些错落，稍微靠下一点。这样在色彩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，也拉开了这个色彩的距离。画当中有些用笔的这个飞白保留住，它有一种透明和光感的作用，也体现了一种用笔的干枯。这个调整也叫收拾一下、整理一下，使这个花头啊，自己调整到自己认为比较满意。下面呢，我们画第3朵，在这个分布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花头这个穿插的布局和我们枝干的走向。以及我们提款的位置都要考虑。这个花头呢，因为位置不要画得太大。下面我们就画叶子，画带颜色的花叶，绿色的，先调藤黄，然后呢石绿啊、石青啊加一下，然后呢加墨色，加墨色呢又要有一些过渡。先画这个小花蕾，